对，大家都在喊你加油。谢謝大家。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我们来讲伊土教育李一诺的暴雷危机。在2025年11月，伊土智学学校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境。创始人李一诺在个人账號發布長文，坦承學校從10月開始無法正常發放工資和支付供應商的欠款。她的丈夫華章作為學校的法人，不得不用個人信用來借錢，才勉強支付了10月份一半的工資。這對精英夫婦現在為了幾十萬的資金，居然都要向朋友開口去借錢，也非常讓人震驚啊！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怎麼說哈。好吧，今天其實我這個文章是昨天晚上才寫的，因為但是我想也不要寫個太長的文章，短一點的吧，解釋一下情況。然後也真的是因為別的那些號的那種奔走相告的興高采烈，讓我非常的不爽。然後就大家似乎都有一種好開心啊，這個爆雷啦的這樣的心情，我覺得很難理解啊。看見別人倒霉哪那麼高興？就這件事情其實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了，因為大家看我文章也寫了，我們10月份就沒發出工資來，後來借款，所以到現在已經就1個多月了啊，所以不是一個好像突然怎樣，但是一直我們也沒有就是去寫或者發聲，因為首先得穩定學生啊、老師啊、家庭啊，然後呢，現在老師也是在正常教學的嘛，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在公司層面的問題，你不應該讓老師去關心誰把錢挪走了，誰什麼，這跟老師沒有關係，對吧？家長也不需要管這些事情，所以我們一直是希望能夠在這個層面上解決。當然了，你沒發工資這件事情，他就會知道嘛，那當然就很多人太開心了，是吧？那所謂的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那你就是個蛋，你就是有縫嘛。我說這個東西我倒不覺得，我覺得不僅有縫，這個就到全是縫啊！你在做這種事情，不就是到處都是有可能是把柄嗎？對不對？就這句話我也不喜歡，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意思好像這是一種譴責你這個所謂的受害者不夠完美的，是吧？那就說你看，如果你沒縫，不就沒事了嗎？但是問題是你現在在做這樣的事情，就是做這樣的教育，你能沒縫嗎？所以我特別討厭這種說法，那意思說你看還是你的問題吧，你有縫人家才來盯你吧。我說是啊，那如果我看到一個有縫的事情，我可以選擇知道它為什麼有縫，我也可以選擇知道保護它，我可以選擇知道至少是說我給他空間和時間他自己解決，而不是說我就要上去盯。而且另外一個大家說你看伊土這個做得好，這個不好，也各種不好。當然了，伊土也不是說這些年我們下來這麼多家長和老師，也有離職的老師，也有離開的家長，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滿意的，這個我覺得也很正常的。我不覺得一個人必須是完美的才有資格出來說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對嗎？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很經常一種心態。我其實經常去看別人也是這樣的，我們經常會說你必須是個完美受害者，那你的才值得同情。我說我從來就不是個完美受害者，我也不想當一個完美受害者，我也不想假裝。所以有人說你看還有人說伊土不好呢，我說這不很正常嗎？如果一個事情所有的人都說你好，是吧？那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你就是偽光正嘛，你是精嘛，是吧？那我不是所以我做這件事情，我也是個普通人、正常人，我也會犯錯誤。但是我覺得大家因為自己的每個都是大家作為成年人基於理性做的選擇，我們都是尊重的。所以首先我討厭這個所謂的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所以你要反思自己。我說我可以反思自己，但我不覺得這是我因此去應該迎合你這就是我的問題。你怎麼樣去消費我，你都是自由的。我不覺得，我覺得任何一個人，你做事也好，你看別人做好也好，你發表一個評論也好，你都是可以有自己的原則和選擇的。如果我們人放棄了自己的原則和選擇的能力，那你跟動物有什麼區別？是不是醬塊肉我就要吃？那人和動物的區別不就是有的時候這個肉我可以不吃嗎？是不是？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第一個。第二個，我說伊土不是完美受害者，從來也不是，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我也不想當。所以你也不要拿這個來要求我說因為你做了這個，因為別人怎樣怎樣，所以怎麼樣。我說你要這樣的話，我本來也不是來找你的同情的。所以包括今天我們發這篇文章，也是因為這件事情它所謂被動發酵以後，我得做一個，我不得不給大家做一個回應，是吧？因為不是說我想主動把這件事情說出來說我多麼苦多麼累。首先這個苦和累也是真實的但是這個首先不是我主動要出來發聲的，因為我覺得這樣對我們的家長、對我們的學生、對我們的家庭，以及對這些年關心伊土、支持伊土的人，我需要給他們一個交代，對吧？所以我覺得我需要
就是既然有人這麼說，我不得不很被動的做一個回應。那做了回應之後，其實他也該解決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嘛。其實當然你說大家说可以借錢，我们也借了一些钱了，家長有借錢，但是我对借钱这件事情我自己是心理感受是我不想借，因为我想借錢就是剛才講嘛，你要還嘛，是吧？那別人借給你的前提，一個是信任你，第二個認為是這個錢可以還。那我現在對下一步的發展，包括他們的我們這個所謂的合作方的很多的操作，我沒有信心。那所以我不想通過借錢，那最好當然是我們自己掙的錢，自己掙的錢我放在這兒是我自己的選擇。所以呢，那掙錢的前提就是給大家提供大家真正需要的產品。這個消息可以說讓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非常震驚。李一諾她不僅非常優秀，而且她當時在清華女生裡面也算是比較漂亮的哈。我一位老大哥當年上學的時候還追求過她哈。啊，他跟你說的？這老大哥也是理工男嘛，他不會主動跟我講這個事兒的哈。我後來呢是看李一諾和閻寧的訪談，他們談到哈，就某個人對李一諾的追求，我對照一看，哎，這不就是我那老大哥嗎？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還有這麼一段歷史啊。當然了，我也沒有向他去求證啊，那顯得我太八卦了。一諾教育現在陷入一個困境啊，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一諾和智之學校的合併，李一諾就解釋說啊，合作方智之學校用一土智之學校的現金流做抵押，從興業銀行、海爾融資租賃、北京銀行一共貸款5000多萬，但這些錢絕大部分沒有用到學校，而是被轉移到關聯公司和償還所謂的分手費，就是智之學校和以前的股東的分手費。結果呀，就是本應該用於這個學校運營的資金被迅速掏空，導致現金流的枯竭。我對這個消息比較驚訝的幾點是啊，我覺得李一諾他們夫妻倆應該也算是商界的精英了，怎麼會有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個條款呢？這個首先就讓人非常驚訝。現在做公司啊，很少有人去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了。而且呢，這些貸款的渠道，按理說應該是法人代表認可並且簽字才能去做的，否則這個銀行和金融機構應該不會去放貸啊。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法人代表華章不知情不簽字，那這個貸款銀行怎麼就批給這個學校了呢？那關於這些信息啊，李一諾沒有在公開的視頻中進行詳細的講解哈。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最基本的風險隔離沒有隔離開。當然，也許啊，這個問題的根源是這個貸款他們確實也是需要的，也是知情的，但是資金被挪用是他們不知情的。那這麼基本的一個風險沒有防範掉哈，那確實和李一諾之前那種商業精英的形象呢有點大相徑庭。不過再仔細一想，也許也不難理解哈，就是他之前的這些經歷，其實第一沒有做過一把手，也就是在之前的職業履歷裡面，他是在一個平台上去工作哈。第二呢，關於法務啊和合規方面的這些東西啊，包括財務，他可能接觸的並不深入。就是他以前主要是以做項目為主，那這些法務、合規、財務都有其他相關部門的專業人員去做。所以你看，這就是做公司和在平台上做職業經理人的一個區別。就做公司，你必須方方面面都考慮周全，但是做項目經理人呢，只要關注他自己某一個擅長的特定領域即可哈。那一土智之學校目前呢，在北京和上海2個校區共有近700名學生。這些孩子的家長當初選擇一土啊，就是被李一諾的教育理念和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是相信這所學校能給孩子不一樣的教育哈。從2016年創辦到今天，李一諾和華章可以說為一土也是付出了非常多。據說他們當初就是賣掉了北京唯一的一套房產來投入辦學的，全身心都撲在這個教育創新上，而且可以說是賭上自己所有的身家，還有自己的口碑。過去9年，關於李一諾和這所學校，其實也不斷的在各大媒體平台上刷屏哈。我們經常會看到李一諾去暢談他的一些理念和教育。學校雖然沒有讓夫妻倆實現徹底的財富自由，但是呢，可以說現金流也是非常健康的。但是現在卻陷入了債務危機，讓人不禁非常唏噓。我們先來看一下李一諾的個人簡介哈，他是1978年出生於山東濟南，1996年呢以年級第1的成績保送清華大學生物系。他的同班同學中啊也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士，其中有一位就是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閻寧。2個人是同鄉，也是好閨蜜，出生的日期呢只相差10天。2000年，2個人一起本科畢業，雙雙前往美國深造。閻寧在普林斯頓師從施一公攻讀博士，後來啊成為清華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在結構生物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我相信很多人對閻寧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而李一諾呢，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了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後，沒有繼續走這個科研的道路，而是在2005年加入了麥肯錫諮詢公司。這個決定啊，就讓挺多人挺意外的。一個生物學博士怎麼去轉行做了諮詢呢？這個我插一句哈，這個其實是當年很多像頂尖院校的這些精英們學生的一個選擇，就是跨行業进入諮詢領域。因为諮詢領域它是一個非常賺錢的行業，比如你像閻寧那樣直接去搞科研啊，其實這個收入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做諮詢的話，在2005年那個時候，互聯網行業其實剛剛興起，各個互聯網大廠也沒有那麼高的薪酬。但是做諮詢就不一樣，諮詢那個時候就是最頂尖的一個金飯碗，基本上這個職場一開始起步就是幾十萬美金，然後做到一些什麼合夥人就是有上百萬的美金哈，所以他做這個選擇毫不奇怪。說白了就是去賺錢啊，是的，李一諾後來自己也回憶說哈，他當時啊就是麥肯錫錄用的唯一一個門外漢，沒有商科背景，所以他只能瘋狂的惡補，就連續好多天啊學習這個商業知識。複試的時候呢，面試官就讓他談一談對商業的理解，然後他就以一個初入商業的菜鳥的視角給出了一個新穎的回答，最終就被錄取。當時剛錄取的時候，年薪是11萬美元。對，當時就已經絕對的高薪了。那進入麥肯錫之後啊，李一諾據說就展現出了非常驚人的學習能力和工作熱情啊。那學霸嘛，那是肯定跟其他人是不一樣的。他承認自己說壓力很大，發一個語音郵件都要練習很多次，這非常可以理解啊。你想，在這樣一個頂級的職場，他去發語音的郵件，那既要可能考慮自己的口音的問題，也要考慮說自己的這個用法呀是否符合美國人的英語的使用習慣。不過他很快就證明了自己學霸的能力哈，僅6年的時間，2010年他就成為了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當時而且他還懷着2胎呢，在他之前沒有華人女性做到過這個位置，所以毫無疑問啊，李一諾是非常優秀的。就在所有人等着看他在商界能夠創造更大成就的時候，2015年，李一諾做出了一個類似於在很多人眼中看着像自殺式的這種職業選擇，他自降薪水2%，加入了比爾蓋茨基金會，擔任中國辦公室首席代表。這個轉變啊，據說源於他和比爾蓋茨的一次2個小時的對談。你想跟世界首富能對談，私人對談2個小時，非常難得。據李一諾自己說啊，他本來在這次會談之前是拒絕了基金會的工作邀約的，因為他覺得做慈善的人要麼是很有錢，要麼就是已經退休了哈。那他自己呢，兩頭都不占呢。但他那次談話呢，就讓他意識到说，全球的健康領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比如在現在，每年仍舊有數億人受到瘧疾這種疾病的威脅，有數十萬人因為瘧疾死亡哈。他就被使命感所打動了。李一諾呢，後來就推動基金會，還聯合清華大學啊、北京市政府成立了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利用中國的生物醫學研發能力，填補全球的健康需求。2016年的時候，他就當選了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啊！你想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名聲也是如日中天哈。同年呢，他就和他的丈夫華章創辦了奴隸社會公眾號，粉絲啊很快就突破100萬。我也是從那個時候才知道李一諾這個人的哈。也是在2016年，李一諾帶着全家回到了北京哈。他當時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3個孩子上學怎麼辦？他不認同國際學校把中國孩子當外國人教育的這種方式，也不認可公立學校的應試考試模式。於是他就決定自己辦一所學校哈。在2016年9月，他經過了170天的籌備，伊土學校誕生了。這個學校可以說牌面上也就是說這個類似於代言人的角色啊，就是李一諾。背後呢，實際操盤的人其實是她的丈夫華章，也就是法人代表哈。李一諾的丈夫啊，全名叫申華章，是一個典型的技術背景出身，後來轉向教育創新的這麼一個連續創業者哈。他本科呢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簡稱中科大哈。就後來呢，他就去了美國讀書，在加州理工學院拿了碩士學位。在職業上呢，他之前是長期在信息技術行業，他做過多家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或者說是聯合創始人，比如早年創辦過面向科技人群的 Magnet 平台哈。也參與創立過像卡拉丁這樣的科技企業。他的特點就是他不是那種高調的企業家哈，所以說他把這個伊土的這個代言人角色基本上都是由李一諾來擔任。他是偏技術、偏產品、偏社區建設那種哈，那種執行力比較強的人。不過呢，可以說2個人之前的這些經歷沒有獲得巨大的成功，都沒有讓他們實現真正的財富自由。像伊土教育呢，可能就是他們寄予高度厚望的一個，既能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又能實現財富自由，同時還能兼顧自己多個孩子的教育問題，這可以說一箭多雕。所以說，你看他們這個想法，肯定當時覺得非常好哈。
把自己的生活和對孩子的教育和創造財富能夠完美的結合在一起。而且當年我看他們把這個開學典禮還放在了故宮舉行，可以說這個儀式感真的是拉滿了。對。可是那個時候呢，李一諾還沒有離開比爾蓋茨的慈善基金會，他是兩頭兼顧。最後呢，他一直到2020年才下了決心離開基金會，全力投入稀土教育。至於他當時為什麼做了這個決定，可以在他的博客中一探究竟哈。他當時在2020年的博客裡寫了一句話哈，就說我的離開與新冠疫情間接相關。這句話背後其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一個背景哈。就2019年的時候，他回美國過年。原本打算這個春節之後回北京繼續工作，但是疫情就突然爆發，航班又中斷了，全球防控升級，簽證和出入境政策变得非常的不確定，原本非常清晰的工作生活節奏就被打亂了啊！他不得不長期滯留在美國，後來好像還有一段時間滯留在日本哈。而基金會的這個崗位呢，又是高度依賴北京團隊的。本地的項目和大量線下工作呀，那這種長期跨國遠程狀態根本就不現實。與此同時啊，她和丈夫創辦的那個稀土學校，在今年呢就越來越需要她投入更多的時間。而疫情呢，就讓她意識到說自己呢在家庭啊、孩子教育啊、寫作和学校管理上有更多想做的事兒。她在博客裡寫的就很直接，說離開最不捨的就是團隊，但人生階段變化了，職責也要重新排序了，所以他最終決定在2020年正式離開基金會，把更多的精力回歸家庭和教育事業。其實這個選擇也不難理解，因為前面我講哈，你想他投入稀土教育可以兼顧他的事業，還有自己孩子的教育，那如果做得好，還可能實現財富自由。但是如果他在比爾蓋茨的基金會，哪怕他再做20年，也沒有辦法在一個基金會裡面去實現他個人的財富自由的。但是這個選擇呢，在今天看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就是夫妻2個人去做了同一件事兒，這就是導致這個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大大降低了。但也許啊，當时他想的是李一諾的履歷閃閃發光，清華本科啊，然後美國博士啊，麥肯錫全球合夥人，比爾蓋茨基金會中國首席代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他還在4年內生了3個孩子，家庭事業可以說是2不誤。這樣的人生贏家來辦學校，怎麼會有問題呢？是不是可以一呼百應？是不是很多家長都應該趨之若鶩啊？如果我在他那個節點，我也會這麼想。不過很可惜，事與願違。李一諾和稀土教育雖然光環非常耀眼，但是現實的打擊同樣沉重。对，就感覺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因為我覺得像辦學校這個事兒吧，它是非常特殊的性質，挺難的。它不像你說直播帶貨，你賣完了，那這個產品就賣出去了，對吧？但你辦學校，一辦就是這個孩子在這個學校待好多年，不管是小學好，或者是中學也好，而且家長並不是說你創始人口碑好，就這一點就足以放心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你學校的。從你這個學校的地點，還有最重要的當然是師資的力量啊，然後你什麼樣的老師在這裡教，然後課程配置是怎麼樣？比方說像李一諾自己，他可能想象的很好，我既不要像私立學校那樣全是國外化的教育，又不要像中國境內的大陸的這個公立學校一樣這麼卷學業，就想好像是有點中西結合，既注重學習又注重素質又注重體育，但是取中西的優點哈。但是你怎麼具體落實呢？落實到每一天呢，是吧？還得貫穿這個孩子的成長，我覺得這非常難。而且拋開他的理念、教育框架以及師資力量不談，他在現實中就遇到了各種各樣的辦學的一些非常具體的难題。你看啊，他在創業之初就存在一個嚴重的一個結構性風險，啥呢？他在學校成立的時候，就2016年，最開始他只能寄生在北京80中的三間教室裡面，因為他沒有申請到辦學資質啊。這就很要命啊！你說家長怎麼放心？你說連教室都沒有落實好，這個問題就一直困擾着稀土教育，可以說爭議和懷疑啊一直伴隨。那2018年的時候，稀土就搬到了朝陽公園裡的一個樂高小鎮，把舊廠房改造成了校。2020年的時候，他又與另一所學校發生了一場羅生门式的糾紛啊，那個學校還在官網發布聲明啊，說稀土學校不能以他的名義进行招生啊。後來呢，他們還搞了一些訴訟啊。這個具體的細節我就不談了，但是你想這個過程是非常折騰的，就是你可能就是想好好的就是招生，好好的教學生，但是很多其他的事情就让你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去處理。一直到2021年的時候，这個稀土啊終於獲得了小學辦學許可證，但這個許可證的有效期只有4個月。雖然按照規定，如果它沒有違法違規，就可以自動的延續，但這種不穩定的資質狀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隱患的。
後來，為了拓展中學教育，伊土的高年級项目就依托于一個叫立邁中美學校的資質來進行辦學。2024年呢，伊土就和這個自治學校合併，形成了伊土自治學校，終於解決了它的這個辦學資質的問題。按道理本來應該是鬆了一口氣，因為這個自治學校它有全套的這個資質，它就能夠通過這個合併來實現全學段的資質，來完善自己的辦學體系。這個合作確實解決了它的資質問題，但是實質上又讓學校這個法律結構、股東發生了一個複雜的這個變化，風險也產生了累積。現在看來最致命的就是在和自治合併的這個過程中，華章作為法人，他承擔了無限连帶責任。按照李一諾的說法，就是當他那個合作方利用學校的現金流抵押貸款5000多萬，並且將這個資金又轉移了之後，華章这個法人代表，他作為個人和家庭就要為這筆巨額債務負責。一個正常的商業結構應該有清晰的風險隔離機制。你看，有限責任公司的設計就是為了保護創業者不至於因為商業失敗而傾家蕩產啊。但這個伊土的結構設計中，創始人與學校的法律邊界，怎麼就這麼模糊呢？個人怎麼能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呢？難道就是為了這個辦學資質，當時合作方提出的一個條件，他們就迫不及待的就答應了？這等於把全部風險都壓在了創始人身上啊！那李一諾呢，在視頻和文章中說啊，他們沒有想過這個合作方居然能夠把這個貸款資金挪用。但問題是，為什麼對方他能有這個操作的空間啊？就為什麼沒有對資金的用途進行嚴格的約束呢？按道理，這都是風險管理的基本問題啊。那一個曾經在麥肯錫工作10年的管理專家，理應對這些風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哈。但是呢，在辦學實踐中，這些基本的風險控制啊，可以說應該是沒有做到位。我看到網上有一位評論者非常尖銳地說啊，他說李一諾從小到大都在摘最好的桃子，比如從清華到 UCLA 到麥肯錫到比爾蓋茨基金會，每一步啊可以說都是最優的選擇，非常優秀。但除了優秀，不知道該如何形容。也就是說，他認為李一諾這一路走來都非常的功利。這個評價確實比較刻薄，但是你不得不承認，李一諾就算他摘了最好的桃子，但是他也有這個能力啊。一般人怎麼去上清華，怎麼去 UCLA， 怎麼能夠進入麥肯錫呢？是吧？只不過李一諾這個創業經歷和目前面臨的困境，實打實的說明了一個問題啊，就是你從一個好的平台，你雖然非常優秀個體啊，但是你從平台到創業者到自己當老闆，這個過程的轉變和蛻變應該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你在一個好的平台，你在好的平台做得好，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我覺得是你從平台借力了，未必是說你本人真的有。當然本人也是優秀，但不是說你本人自己去創業也可以搞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出來。我覺得這兩點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而且李一諾在辦學校這個事兒呢，我覺得他忽略了一點，就是他可以換位思考。比方說他自己也是3個孩子或者4個孩子的母親嘛，對吧？那尤其他把學校又開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你比方說像沿海城市，可能有一些城市他會更傾向於是私立學校，比相對於公立學校而言，家長可能更願意去走私立学校。但是在北京這樣一個比較特殊的城市啊，一定是公立學校是更受認可的。你比方說我自己的小孩，如果我們現在還在北京生活，那我肯定還是說願意他去上一些什麼北大附小、清華附小，什麼中关村2小是吧？海淀5小强、6小强的，如果能進去當然是最好。如果說我想讓他走私立學校的路線，就是奔着以後到海外去讀大學，那我肯定也是選一些就是已經創辦學校很久了，然後這個口碑非常良好，然後歷年都已經就是和國外的像不管是常春藤也好，或者說是像歐洲那些學校也好，每年都已經固定有很多學生考上去了，是吧？有這種現成的案例可查的，而不是說只是因為一個創始人他的口碑好，新辦了一個學校，但到底怎麼樣，師資怎麼樣不知道，然後到底這個學校的學生讀幾年出來了以後結果怎麼樣，去讀哪些中學，就比方小學出來讀哪些中学，然後中學出來讀哪些大學，都一切未可知的情況下，我覺得我肯定是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去当这個小白鼠的。而且不要說李一諾了，那就是李開復他比方說跑到北京去辦一所學校的話，我覺得这個大概率可能也是不了了之了。可以說這個賣房創業，投入全部身家，9年如一日的為教育理想奮鬥，這份執着非常值得敬佩。但是要指出的一點啊，就是他這樣的學霸和商業精英，其實做生意創業的能力可能還不如這個浙江啊、潮汕這一帶的商人家族裡那些學歷遠不如他們的那些人，甚至聰明程度遠不如他們的那些人。因為做生意賺錢的思維方式和控制風險的這些能力，是那些老家族多少代人代代傳下來的。
他們的這些孩子也許學歷不高，但是從小就被浸淫这些思維方式，这些智慧呢，确实也不是学霸们通过短短的10几年的人生经历就能够顶得上的。对，以前可能社会上还有很多声音哈，就比方说读书特别好的，像985、211畢業的這些名牌的學霸們，他們會看不上那些家庭從商的，比方說從小可能是學渣，但是因為他們家裡從商，然後這個你自己曾經的學渣同學畢業了回去繼承父業，做得還不錯，很多學霸們是不爽的。但是最近這幾年流傳一種聲音，叫做就比方說小學6年加上中學6年，12年吧，就憑什麼你12年寒窗苦讀就抵得上我3代從商呢？我覺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啊。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肯定是要解決這5000多萬債務的問題啊。李一諾也在他的視頻中表示，正在通過法律途徑追究合作方的責任，但是訴訟肯定是耗時比較長的，結果現在還不確定哈。但是我覺得李一諾跟其他創業者、普通創業者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就是他有非常強大的校友資源。他作為一個知名校友，而且還有閻寧這樣的好朋友、好閨蜜。那如果有類似於閻寧這樣的有能量的校友去幫忙協調，他的合作方可能不擔心走法律途徑，但是肯定會擔心來自於權力更大的人給他們的壓力。也許這是最高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同時呢，肯定要徹底釐清這個股權結構了哈，解除華章的無限連帶責任，建立清晰的風險隔離機制。尤其是財務方面，這可能就要引入更為專業的法律和財務顧問，而不是繼續由創始人憑着感覺進行操作。同時這個一土教育可能需要拓展一下收入來源，就不能只依賴於學費了，可以考慮開發類似於教師培訓項目輸出課程體系，提供教育諮詢等等增值服務。因為一土在這方面他做了很多探索和創新嘛，把中西最優秀的這些優勢結合在一起。而且李一諾自己也可以參考羅永浩的模式，走那種來錢最快的直播帶貨方式已經開始了。對，他在直播帶貨方面肯定有天然的優勢那就是知性和這個信任度。而且李一諾在比爾蓋茨基金會期間也曾經推動過催化式慈善，用創新的公司合作模式來解決複雜的問題那這些經驗可以借鑑到一土的這個商業模式創新上。最後希望一土與李一諾一家能夠盡快走出困境，找到理想與現實的平衡點。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